不知可好啊？好啊，去给世子夫人取笔墨来。好琴好画当重赏。我家夫人真厉害，见过圣上。都平身吧。昭昭真厉害。陆昭昭勾唇轻笑。今日是皇后的生辰，众位都随意些便好。这云阳侯当真是教女有方啊！老四、家言，你们两个当真是好福气啊！父皇说的是，那得多谢圣上成全。刚才圣上可是说了要重赏我夫人的。你小子还真是随了你母亲啊，半点亏都不肯吃。静柔啊，皇兄同你开玩笑。皇兄这番话，我会原封不动地告诉母后的。都多大的人了，还找母后告状？四皇子妃纯孝有加，赏玉如意一柄，琉璃盏一对，珍珠一盒，宝石一盒，各色绸缎30匹。儿臣谢父皇赏赐。护国公府世子夫人陆昭昭，书圣性诚，勤勉柔顺，雍和翠纯，性行温良，册封正2品诰命夫人。陆昭昭闻言一愣，世子夫人还不快快谢恩，这满京城可独你一个有诰命的世子夫人呢。臣父谢圣上隆恩，万岁万万岁！看了眼满脸得意洋洋的外甥，没出息。四皇子府，梁侧妃、白侧妃今日在母后的寿宴上究竟怎么了？禀皇子妃，今日寿宴之上，梁侧妃讽刺妾身出自小门小户，还说妾身的父母没有教养好妾身。皇子妃，妾身说错了吗？白侧妃的父亲不过是个4品官，怎么不算是小门小户呢？放肆！谁准你这么同皇子妃说话的？殿下，妾身只是有些委屈，明明是白侧妃多管闲事，为什么皇子妃偏偏只针对臣妾一人？那请问梁侧妃，我多管什么闲事了？你说我……他转头看了眼面色不好的陆昭瑜，梁侧妃出言不逊，禁足1月，罚抄女训100遍，禁足3月，抄女训500遍。殿下，妾身知错了，求您原谅妾身一次吧。滚回你的院子，下次再敢对皇子妃不敬，本殿便要去问问梁将军是如何管教女儿的。离开前还恶狠狠地瞪了白侧妃，你给我等着！白侧妃，今日你受委屈了，日后若是梁侧妃再敢欺负你，你尽管告诉我，我会给你做主的。妾身多谢皇子妃。殿下，不如今晚你去白侧妃院里吧。四皇子强忍着心中的怒意，本殿今晚有公务，便留在主院了。白侧妃，你回去好好歇着吧。白侧妃闻言明显松了一口气。殿下，皇子妃，妾身告退了。殿下，妾身让小厨房给您准备碗宵夜吧。都出去！殿下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快放我下来！闭嘴！太后说了，让我们开枝散叶，你不是应得挺痛快的吗？白侧妃回了自己的院子后，坐在桌前悠闲的饮茶。侧妃，今日皇子妃明明都让殿下来咱们院子了，您若是加把劲儿，没准殿下便真的过来了。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殿下压根不想来，我又何必强求呢？若是梁侧妃在您之前有了子嗣，那还指不定如何趾高气扬的欺负您呢。不会的。那晚他战战兢兢地等着四皇子，直到很晚他才进了自己的屋子。你自己去歇息吧。便转身去了旁边的偏房，那是他第一次踏进自己的院子，也是最后一次踏进自己的院子。大姐姐，婉云她可是你的亲外甥女啊，咱们呀，这也算是亲上加亲呢。二妹妹，这种事毕竟还是要孩子们两厢情愿的。你我虽是做母亲的，也不能如此轻易决断吧。大姐姐，我知道，如今大姐夫官居2品，与我们家呀有天壤之别。但玉柔的父亲还不是个4品官，他还是庶出呢，你不是也没嫌弃？可见大姐姐心胸豁然，不是在意这些外物之人。二妹妹，咱们现在说的是婉音的事，你不要扯到玉柔身上。哎呦，大姐姐，你别生气呀，是妹妹不好，妹妹说错话了。婉音，婚姻大事岂能儿戏？你也是这般想的吗？为了给大哥铺路，婉音单凭姨母和母亲做主。唉，二妹妹，这家好性子执拗，若是她不肯点头，就算是你我说破了天，没用。大姐姐，嘉浩和婉音自小还在一起玩过，如今让他们多相处相处，说不定嘉浩便愿意了呢。
行，那等家浩下了学，便叫他们表兄妹见上一面吧。大姐姐，我还有个事想请你帮个忙。什么事儿？那大姐姐，过几日你妹夫要离京办些事儿，我也要随行，要1个月才能回来。婉英的大哥又忙着科考，哪有时间照顾他不是？他自己在家，我又不放心，不然便让他住在护国公府吧。他和玉柔年纪相仿，也好陪着玉柔解解闷，不是？二妹妹，婉英可是个未出阁的姑娘，你让她住在护国公府，若是传了出去，旁人该如何议论？大姐姐，你可是婉英的亲姨母，就算别人知道了，也只会说你疼爱外甥女，不会多说什么的。你为何不将婉英送回吴家？有母亲和大嫂在，还怕无人照顾婉英吗？大姐姐，母亲年岁大了，劳累不得。再说了，舅母哪有姨母亲不是？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，让2个孩子好好相处相处，不是？你放心，婉英最是乖巧懂事，不会给你惹麻烦的。二妹妹，婉英住在我这儿可以，可家浩如今正是科考上进之时，婚事儿咱们还是日后再议吧。行，都听大姐姐的。妹妹啊，在此谢过了。夫人，林姑娘来了，在门口候着呢，快请进来。二表嫂，是婉英叨扰了。不知道林姑娘平日喜欢画些什么？胡乱画些，想来是不及二表嫂万意的。她曾听旁人说起过，二表嫂在皇后娘娘的千秋节上做了一幅山水画，圣上大加赞赏。林姑娘不必如此紧张，我又不会吃人。二表嫂，你画我婉英便好。婉英，一起吧。林婉英走上前，执笔认真的勾勒着，陆昭昭则是随性的画着山水百鸟图。婉英，你这画的很好啊，不知师从何人呐？二表嫂谬赞了，我没有师傅，只是自己随便画画。昭昭，我给你带了醉仙楼的酱板鸭。他识趣的抱起画轴。二表嫂，我先回去了，改日再来找你。好。慢点走，你今日怎么回来的这么早？你不是昨晚说想吃醉仙楼的酱板鸭了吗？今日大理寺也无事，我便早些回来陪你。快尝尝，还是热的呢。不知为何，他只觉得一阵恶心，干呕起来。叫郎中来，喝一口。他家夫人不会是有喜了吧？大约1炷香的时间，世子夫人这个月的月事可是还没来啊？是，已经迟了10天左右了。恭喜世子，世子夫人有喜了。虽时日尚浅，但8九不离10就是了。沈家眼面上一愣，随即转头看向陆昭昭，又看向他那平坦的小腹，再抬头时，脸上已是喜意。郎中，可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他的难受？世子，怀孕的妇人害喜呕吐是常事，好在世子夫人身子健康，想来用不了多久就会好的。给赏钱。多谢世子夫人。昭昭，我们有自己的孩子了。其实啊，他每次都会特别小心，他总觉得陆昭昭还小，想再等2年的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沈家言上前扶住陆昭昭。昭昭，我跟你说件事，你别着急好吗？什么事？今日二姐夫没来上早朝，听旁人说是那周夫人和二姐姐吵了起来，一时不慎推了二姐姐。如今大哥二哥和岳父岳母已经去尚书府了。陆昭昭心中顿时咯噔一下，我要去尚书府。好，我陪你去。云阳侯夫人，你们也该好好管教管教自己的女儿了。这善妒之名若是传了出去，可如何是好啊？昭昭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这刚有了身孕，怎么能这般折腾啊？母亲，二姐姐如何了？郎中已经瞧过了，暂时没有大碍，需要静养一段时间。云阳侯此刻恨不能宰了这个毒妇。哼，侯夫人，我就说你得好好管教管教女儿了吧？这风风火火的闯到长辈家里，连个礼都不行。我是护国公府的世子夫人，是圣上亲封的诰命夫人，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说这话？沈家眼牢牢地扶着陆昭昭，今日啊，他只需要护着她。这是我们周家的家事，你个出嫁女凭什么来管事呢？他不能管，那本皇子妃也管不得吗？只见陆昭瑜走了进来，见过四殿下，见过四皇子妃。周夫人，我在问你话，此事我可管的。四是管的，那你便说说，我的妹妹究竟做错了什么，才让你在她怀着身孕之时还对她动手？你倒是说说，我的女儿究竟是犯了什么错？云阳侯夫人，我知道你们云阳侯府的男子不纳妾，可这是周家，我们家还是要繁衍子嗣的。所以你便在我二姐姐怀着身孕的时候，要给你的儿子纳妾是吗？是又如何？京城哪个高门大户不是3妻4妾的？偏偏就你们云阳侯府的姑娘金贵，还出言不逊，顶撞我这个婆母，我才动
手管教一下他的。住嘴！他这个夫人当真是看不清形势啊！周大人、周夫人，当初周月求娶之时，可是同我和侯爷保证过，会好好善待昭然，我们才同意将女儿嫁到你家的。你们就是这么善待她的？侯爷、侯夫人，此事是他婆母做的不对，我代他向你们赔罪了。哼，周大人，你一句赔罪，必想抵消我妹妹受过的苦吗？屋内，昭然，可还有哪里不舒服？母亲，我想回家。昭然乖，父亲母亲都在，没有人能欺负你了啊！陆昭昭站在一旁，止不住的难过。岳母，是小婿没有照顾好冉冉。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可你的母亲今日便敢对一个怀孕的妇人动手，要我如何再把女儿放心的交给你们家？岳母说的对，此事是该有个决断了。月儿，你那个媳妇啊，就是矫情，我不过轻轻推了她一下，能有什么大事，还至于如此的兴师动众啊？父亲，儿子要同冉冉吩咐别住，望您成全。你个逆子，为了一个妇人，竟然要吩咐！母亲，冉冉平日里对您多有恭敬，不曾顶撞忤逆半分。可您呢？您对她有半分疼爱吗？你懂是吧？陆昭然平日里便性子泼辣，涉事不管束一下，日后他在府内岂不是要压在我头上了？他是性子直血，可他纯良之至，是您对他有偏见。月儿，为父同意了，日后过好自己的日子吧。儿子多谢父亲成全。昭昭，二姐姐如今已经回云阳侯府了，你放心吧。可我还是替二姐姐难过，明明她什么错都没有，怎么就要受这般罪？当初可是二姐夫说过，此生只娶二姐姐一人的，怎么如今那老妖婆就把所有的过错都怪在我姐姐头上了？沈家燕，如今我有孕了，你不会也想纳妾吧？这可真是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啊！昭昭，我待你的心意日月可见啊，不待你这么冤枉人的啊！你要是心中实在有气，打我一顿出出气吧。哼，我懒得理你，我困了，你抱我去睡觉。别人娶的是媳妇儿，他娶的是个小祖宗，还是他亲自求来的。你今日又不去大理寺了？不去了，大理寺有二哥在，我还是在家陪着你吧。沈家也拿着扇子给他轻轻的扇着风。母亲如今也不许我出府，还有8个月呢，这日子可怎么熬啊？再过1个月，等你坐稳了胎，我便带你出去。哎，此话当真？自是当真。他将手中包好的橘子喂到他嘴边，陆昭昭张嘴接过，想到今日早上琉璃同他说小吴氏又来了府上，也不知道又要闹哪出。见过母亲。万姨，你和家浩的事可有进展了？没有，三表哥如今在准备科考，我不好去打扰的。抬手给了他一耳光。林婉嫣捂着面颊，有些不敢置信。哼，哭，你还有脸哭？这么点事儿都办不好，也不知道养你有什么用？不知想到了什么，小吴氏抬眼问道：“那位世子夫人是不是有身孕了？”是。哼，婉姨，我回府的时候听家里的小厮说，有一个年轻后生总是在咱们家门口徘徊，你说他是在等谁呢？女儿不知。婉姨，你是我生的，我一眼就能看出你说谎的样子。你父亲虽不是大官，但想收拾一个白身，还是不费什么劲儿的。母亲，女儿与他之间清清白白，绝没有做过半分辱没家族门楣之事。婉姨，我是你的母亲，我不会害你的。就算他能一举登科，也不过是一个小官，在朝中无人扶持，又能成什么气候呢？他只想得一人真心，逃离那个家罢了。母亲，所以你想让女儿嫁给谁？哎呀，婉英啊，既然你三表哥不愿意娶你，若不然你便嫁给你二表哥吧。正好，如今你二表嫂怀着身孕，她身边也没个人伺候啊。母亲，您觉得世子如何愿意纳我入府？您莫不是忘了当初是世子亲自向圣上求的赐婚圣旨？可见他同世子夫人情比金坚。哼，什么情比金坚，那都是骗人的鬼话。再说了，你是死的嘛，只要生米煮成熟饭，容不得他不认。母亲，我知道您心疼大哥，难道我就不是您的女儿吗？您对我就没有一丝血脉亲情吗？看着眼前10月怀胎的女儿，心中闪过了一丝动容。婉姨，你父亲如今不过是个5品官，就算日后你嫁了人，
也不过是个小门小户罢了，如何能比得过国公府的富贵呢？母亲，您为寒门妻，不为高门妾啊！林婉音，你是我的女儿，更是林家的女儿，自古婚姻都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我要你嫁谁，你便得嫁谁，否则我便让人去打断那个穷书生的腿。据说他还有一个寡母，届时10年寒窗毁于一旦，皆是因为你。不要，母亲，此事与他没有半分关系。婉音，是答应还是不答应？女儿答应。这是说什么呢？二妹妹回来了也不来看我。哎呀，婉音怎么哭了？姨母没事的。哎呀，这孩子不过是许久没见我了，这一见我就哭了，当真是个小孩子呀。大姐姐，近些日子我得陪着他大哥读书，实在是无暇照顾婉音，你再帮我看管几日可好？你爱干嘛干嘛去，也不知道你一天都在想些什么。好好的孩子也不待见。大姐姐教训的是，等他大哥科考完，我即刻就来接婉音。大姐姐，那我便先回去了。昭昭，晚上睡觉记得盖好被子。知道啦。昭昭，前几日我见过那西小将军了。哦，可还合你心意？佳宁盈盈上前，目不斜视。佳宁给父皇母后请安。起来吧。微臣谢景见过公主殿下，公主殿下果然是勤俭，微臣佩服。本宫愿意，用得着你管？佳宁休得无礼，半点都不合心意。你都不知道，他那张嘴比我表哥还毒，父皇倒是满意的不得了。那这位谢小将军长得如何呢？马马虎虎吧。那便好，至少啊不会越看越生气啦。昭昭，日后我若是真的成了婚，就可以住在公主府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时常见面了。是啊。昭昭，前些日子听母后说，那武顺侯夫人在外应酬时说，萧雨柔同薛二公子的婚事就定在今年了。今年？那最多也就3、4个月了。这武顺侯夫人可当真是连表面功夫都不做了。那萧家二姑娘今年也16了，不赶紧把萧雨柔打发出门怎么行？那位周表妹可不是个善茬，薛二公子虽然心善，却也是个拎不清的。若是别人也就罢了，可他如今连个靠山都没有，若是被欺负了，怕是都没有人给他撑腰。明明，你说若是云阳侯府也去提亲的话，那武顺侯府会答应谁呢？昭昭，先不说那武顺侯府会应承谁，就你家那位二哥可就是个人物，不然也不会到今日还没成亲。再说他们都已经定亲了，定了亲又如何？不是可以退吗？成了亲难道和离呢？这边岁月静好，明日啊一定要早早的将佳宁送回宫才好。嘉浩，好好考，就算是第一次不中也没事啊。母亲放心吧，我向来心大，就算是考不中，家中还有大哥和二哥呢，总不会让我饿死的。你这孩子，别贫嘴了，快进去吧，不要误了时辰。父亲母亲放心，孩儿定到竭尽全力，必不会给护国公府丢人的。去吧。看着他进了皇宫，咱们也快回去吧。如今这玉柔和昭昭都怀着身孕，家中只有大嫂一人，可怎么行？听说前几日佳宁公主来了府上，你就被撵到书房睡了，可真是风水轮流转呀。大哥，你有时间打趣我，不如想想该怎么哄大嫂吧。也不知道是谁差点被夫人休了。人家都是兄友弟恭，他这兄弟啊是专门用来扎心的。家臣，不是为父说你，你看看谁家的儿郎像你这般没用啊？成婚2年才有孩子也就算了，媳妇儿还差点跑了。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我都不好意思说你是我的儿子。父亲教训的是。那位郑公子可中榜了？中了，榜眼。这婉音的眼光当真是不错的，想来这位郑公子日后必定大有作为的。夫人，你当着我的面夸别的男子，我也是会吃醋的。沈家眼低头轻咬了他脖颈间的软肉。沈家眼，你是属狗的吗？他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沈家眼，你日日同我二哥待在一起，可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姑娘？你二哥他还能有喜欢的女子？那岳父岳母就不用替他着急。你觉得萧雨柔同我二哥般配吗？夫人，你还真是个人才啊！哎呀，你不知道薛二公子的那位表妹有多膈应人，要是换做旁人也就罢了，可萧雨柔如今连个靠山都没有，若是被欺负了，都无人给他撑腰。那你问过你二哥的意愿吗？他的意愿，依我看啊，他的意愿他是要出家，只是如今他们都定亲了，说是哪日能退亲就好了。夫人，夜深了，咱们歇息吧，有什么事明日再说。明日啊，你去了大理寺，一定要记得问问我二哥究竟喜欢什么样的姑娘，若是忘了，明晚你就去书房睡。知道了，快睡。哎，还没吃几口肉呢，又变和尚了。
太后娘娘，淑妃娘娘求见。让她进来吧。臣妾给太后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太后，臣妾来帮您按摩按摩吧。太后，如今四皇子已经封了安王了，浩儿虽为兄长，但才能却远不及安王，是臣妾没有教导好儿子，心中甚是愧疚。淑妃，哀家知道你心疼浩儿，可皇帝自有考量，宫中的规矩也无需我多说，后宫不得干政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太后娘娘，臣妾万万不敢干政，臣妾只是敬仰皇后娘娘能教出如此出色的孩儿，不但才能出众，还用情专一。臣妾听闻安王与安王妃感情甚笃，如今更是连旁人的院子都不去了。齐嬷嬷来了，可是皇祖母有何吩咐？奴婢庆兰给安王妃请安。妾身代王爷谢过皇祖母。安王妃向来聪慧，定能明白太后娘娘的意思。如今安王府子嗣稀少，太后不免忧心。这2名宫女出身清白，性子温和，定能伺候好王爷和王妃的。王爷，方才齐嬷嬷送了2名宫女来，是皇祖母的意思。妾身已经将她们安置在偏院，您要是有时间，可以去看看。陆昭瑜前些日子将他往旁人的院子里推，今日问都没问他一句啊，就将人收下了。王爷，您是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？我满意，我当然满意了。我的王妃都快满京城帮我寻美妾了，这天底下还有比你更合格的妻子吗？陆昭瑜自是听得出来他的阴阳怪气，他冷哼一声，转身就要出门，大步上前，一把握住他的手腕。你做什么去？我去大街上再给你寻2个美妾来，争取让王爷更满意些。陆昭瑜，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王爷，妾身实在是不明白，你到底在气些什么？同你成婚4载，妾身扪心自问，对上恭谨，对下宽和，更不曾为难那些妾室，是妾身还不够大度吗？我不要你的大度。那王爷，您究竟想要妾身如何做，您才能满意？我要你心悦于我，让你为我吃醋。王爷，您今日是在说胡话吗？从前我是4皇子妃，如今我是安王妃，这府里的妾室从未断过。您要我吃醋，是怕我活太久吗？再者，您还记得大婚当晚您同我说过什么吗？看着他皱起的眉头，他便知道他定是不记得了。您说过，做您的皇子妃要大度，不可拈酸吃醋。我何时说过这种？此刻的他恨不得能儒雅当初的自己。今时不同往日，反正从今往后不许再往府里收人。那若是哪日父皇赏了人，你还要我抗旨不成？这种事之后不会再发生。新说的那2个宫女安置在哪儿了？我命人将她们送回去。西偏院。看着他的背影，陆昭瑜起身走到床榻边，也不知道在装什么大尾巴狼，府中又不是没有旁的女子。喂，我让你问我二哥的话，你问了没？问了，你二哥让我转告你一句话。什么？他说他不喜欢女子，让你不要乱点鸳鸯谱。这话究竟是我二哥说的，还是你心里想的？陆昭昭，你这是要谋杀亲夫啊！还不喜欢女子，难不成喜欢男子啊？真是的，人家萧雨柔不一定能看得上他呢，老光棍一个。夫人，凌云院那边有动静，想来应该是大少夫人要生了。琉璃，帮我梳妆。凌云院。刚一进院子，便听见屋内传来一声凄厉的叫声。沈家眼连忙捂住他的耳朵：“我没事。”哎呦，昭昭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昭昭，你怀着身孕呢，快回去休息吧啊！这儿有我和你婆母呢。母亲、二婶，你们不用管我，我心里有数的，我就待在这儿。夫人、公子，大少夫人胎位有些不正，这要是有个万一，您得给我个准话啊，是保大还是保小啊？保大。是，我明白了。过了半晌，屋内都没有什么动静。哎，你进去干什么？里面有稳婆，你若是进去，只会添乱。母亲，屋内传来婴儿响亮的哭声。恭喜二夫人，恭喜大公子，大少夫人母女平安。好，平安就好，给赏钱。陆昭昭终于坐稳了胎。今日他们2人本就是闲逛，东瞧瞧西看看。萧雨柔，娇娇，你怎么在这儿呀？我闲来无事，出来逛逛。你可是在挑选首饰啊？哎，走，正好，你去帮我挑挑哪只珠钗更好看一些。萧大姑娘，你慢些。沈世子，你不会这么小气吧？我不过是拉了你夫人一把，你也要吃醋呀？陆昭昭笑着拉了拉萧雨柔，我有孕了啊！过了良久，娇娇，恭喜你啊！谢谢，咱们快去看看首饰吧。等会儿我请你去醉仙楼吃饭，好好？好呀。就在他们打算去用饭的时候，莫寒匆匆而来，说大理寺有紧急公务。昭昭，我先送你回府吧。我不要，你有公务便去忙吧，有珍珠和琉璃在，不会有事的。好，那我将莫寒留给你，等我处理完就来接你。知道了，你快去吧。世子夫人如今真是有本事呀，竟将这桀骜不驯的沈世子收拾得那服服帖帖的。一般般了，咱们去吃饭吧，我
我都饿了。好呀，今日我定要宰你一顿的。姨娘，那好像是萧家大姑娘，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啊！咱们便去会会这未来的主母吧。二人点好了菜，便开始闲聊起来。这位便是萧大姑娘吧？百闻不如一见，妾身有礼了。不知如今是该唤周姑娘还是周姨娘？世子夫人喜欢便好。周姑娘这里我受不起。萧姐姐，日后待你嫁进昌平侯府，咱们可就是一家人了，日后定当互相照顾的。他还以为这位周姑娘能有什么长进呢。周姑娘，请你自重。莫说我与薛二公子只是定亲，便是日后成了亲，我为妻，你为妾，谈何互相照顾呢？若是我不愿意，你便是连同我说话的资格都没有。萧姐姐，我知道你出身高贵，瞧不起我这般家道中落的人，可我也不过是想有个依靠，你为何便容不下我？起身利落地泼到周玉婉的身上。周姑娘，这才叫容不下你。我奉劝你一句，日后少把这些上门台面的小伎俩用到我面前来。我这个人能动手，便不喜欢动口。莫寒，把他请出去，莫要脏了我的地方。莫寒提起他，便甩了出去。小姑娘，你这般行事，就不怕别人说你煽动吗？就不怕我表哥不喜欢吗？谁要他喜欢？我同他不过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他喜不喜，与我何干系？既然你这么惦记薛二公子，不若让他去退了这门亲事，娶了你做正妻好了。门外没有回音，想来是莫寒将他打发走了。陆昭昭看着生机勃勃的萧雨柔，轻笑出声。萧雨柔也跟着笑了起来。陆昭昭，连你也笑话我是不是？我可没有，我只是觉得你如今这样，倒是有几分从前的风采了。雨柔，那薛二公子是个好人，但他心性软，你若是真的嫁给了他，怕是今日这样的场面便要时时上演了。昭昭，我知你是为了我好，可女子婚事从来便由不得自己。我继母好不容易找到机会把我扫地出门，怎肯轻易松口呢？再者，我也想过了，大不了日后我便与那薛二公子分院别居，也落得清静。左右，他们家想要的不过是个体面的正妻，你不用担心我啊。过年好，你腹中的小人儿才是要紧的事儿。周玉婉狼狈地回了昌平侯府。表哥，你要给玉婉做主啊！怎么了？表哥，今日我不过是凑巧碰见了薛家大姑娘，想着日后便是一家人，才上前同她打了个招呼。不想，他竟然劈头盖脸地骂了我一顿，还将茶水泼到我身上。表妹，我早就同你说过，做妾于一个女子而言，只有无尽的苦楚。你若是反悔了，我可以给你足够的银钱，你便离府，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吧。表哥，你这么说，是不愿意管我了吗？他好不容易才留在了这，怎么肯轻易地离开？表妹，萧家大姑娘就是那样的脾气，日后若是分了家，那她便是家里的当家主母，有些委屈你定是要受的。周玉婉闻言有些不敢置信。表哥，这要是换做陆家三姑娘，你还会这么说吗？闭嘴！陆三姑娘已经成婚了，不许拿她来打趣。表哥，是玉婉失言了。你先回去吧。陆昭昭，你真是一刻也不肯消停啊！怀着身孕还乱跑，若是被母亲知道，定会说你的。哼，你要是不说，母亲怎会知道？还有啊，你有时间不如好好的管管自己，都一把年纪了，连个媳妇儿都找不到，咱们陆家的脸面哟。萧雨柔闻言轻笑出声。陆锦荣朝着他看了过去，这还真是女大18变啊！萧大姑娘，日后还是在家读书吧，莫要整日同陆昭昭鬼混了。那薛二公子可不喜欢整日闯祸之人。昭昭，天色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路过陆锦荣的时候，陆二公子，昭昭说的对，您啊，管好自己吧。若是再不管好你自己这张嘴，怕真的是要孤独终老了。陆昭昭，你要是再笑，我就回家告诉母亲你出来乱跑。看吧，恼羞成怒了。二哥别生气啊，我要是你啊，就抓紧时间找个媳妇，免得旁人老笑话你。二哥，你看萧雨柔是不是越发好看了？要不你努努力，让她给我当二嫂呗？哼，你这丫头脑子里整日都在想些什么？她都同那薛家小子定亲了。也是，看来啊，我这二嫂又没影了。陆昭昭，二哥，你别说了，人家萧雨柔还不一定能看得上你呢。再说了，就算你如今想要努力啊，也不一定来得及了。你呀，说不定真的孤独终老了。沈家爷，咱们赶紧回家吧，要不然母亲该着急了。陆昭昭，身后传来陆锦荣咬牙切齿的声音。今日，梁侧妃和白侧妃到正院给陆昭瑜请安。王妃，妾身听说前些日子太后娘娘送了2名宫女来，这是着急王爷的子嗣啊。这梁侧妃又在花样作死了，想要子嗣去同王爷说啊。柔渊，让真儿带你出去玩好不好？母妃，好。梁侧妃，你是不是忘了自己为何被禁足了？怎么还不长记性？太后也是你能议论的。王妃说的是妾身失言了。这偌大的王府只有大公子一个子嗣，要旁人如何想啊？哼，你身为侧妃，却惦念着王妃之职，
实，那你真是辛苦啊。梁侧妃想着前几日淑妃宫里给他传信说，他父亲在前线又立了战功。王妃，妾身不敢，但说句僭越的话，以妾身的家世，梁氏，今日就算是王爷在这，我也照打不误。打。打完20下，梁侧妃，滚回你的院子。若是想找王爷告状，大可以等王爷回来，本妃绝不拦你。哼，王妃，我虽是侧妃，但也是上了皇家御蝶的，不是那等子贱妾。今日之事，我定要请王爷做主。白侧妃，今日之事与你无关，你不用害怕，回去歇着吧。妾身多谢王妃。看见安王面带喜色的走了进来，王爷，侧妃娘娘有事请您过去一趟。看见他，安王的面色立刻变得阴沉了。去同王妃说一声，我去趟东偏院，即刻就回去。梁侧妃就朝着他扑了过来，他连忙侧身躲开。梁氏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王爷，您今日定要给妾身做主啊！我不过是多说了几句话，王妃就让那个老奴将妾身的脸打成这个样子。那你说了什么话，使王妃生气至此？我不过是说眼下膝下子嗣少。梁氏，本王子嗣是多是少，与你有何关系？只见他看向自己的目光，仿佛看个陌生人一般。王爷，我是您的侧妃啊，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，让您这般厌恶我？2年了，您连我的院子都不愿意踏足。梁氏，你可还记得你刚入府时，本王同你说过什么？梁侧妃抬头怔怔地看着他。梁氏，本殿没有纳侧妃的打算，纳你为侧妃是父皇和皇祖母的意思。你若是愿意，可以留在这府里；若是不愿意，待来日我可以寻个机会放你出府。王爷，妾身究竟哪里比不上王妃，竟让你这般厌恶？梁氏，我同你说过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本王不在意，你的心意本王更不在乎。若你还想留在王府，别安分守己些，莫要去惹王妃不快，不然这王府便容不得你了。他转身离去，朝着白侧妃的院子里走去。妾身见过王爷。白氏，你可想离府归家？白侧妃心中一颤，王爷，可是妾身犯了什么错？白侧妃，你若是愿意离府，本王便寻个机会去圣上那里求来放妾书，将你从玉牒上除名，从此你就自由了，白家也不会因此而受到任何影响。白侧妃盈盈一服，妾身谢王爷大恩。看来啊，这府里还是有明白人的。白氏，此事先不要告诉任何人，你明白吗？妾身明白，妾身恭送王爷。看着他的侧颜，一如他当年入府那般的明媚。他走上前，一把握住陆昭瑜的腰肢。王爷，你这是做什么？阿宇，我今日才知道你脾气竟然这般大。对上他戏谑的目光时啊，他才反应过来，王爷，梁侧妃出言不逊，是活该。您要是心疼的话，大可以去东偏院安抚她，不必到我这里来兴师问罪。我没有错，我也不会认。王爷，您是觉得我可笑是吗？捧起他的脸颊，狠狠地亲了一口。阿宇，我不是觉得你可笑，不是觉得你可爱。王爷，你又在说胡话了。阿宇，我许你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换你敞开心扉可好？陆昭瑜的心不可抑制地颤了2下。阿宇，我心里从始至终只有你一人。他想说的其实是啊，他这辈子便只有他一个人。大嫂，一欢的满月宴都准备妥当了吗？都备好了，要是依我和你大哥的意思，就不必办了，自家人一起吃个饭也就罢了。这可是咱们家的第一个孩子啊，自是不能这般敷衍的。只是我那位嫡伯母，她也是要来的。陆昭昭伸手拿起茶水抿了一口。前些日子我听家眼说，那柳玉莹和顾昌俊在牢里疯疯癫癫的，那位柳夫人都是想着法子的塞银子，想让她女儿过得好一些。只是柳玉莹成日吵嚷咒骂，怕是少不了苦头吃，害人害己，罪有应得。昭昭认同的点点头。沈家眼惦念着陆昭昭，在大理寺心不在焉的陆锦荣一脸鄙夷的将他嘲讽了一顿。二哥说的对，我就是个妻管严，反正你也没媳妇，这大理寺也交给你了，我回家陪我媳妇了。成亲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要是想成亲的话，这想嫁给我的姑娘都能从城东排到城西了。沈家眼，我脚疼，轻柔的帮他揉捏着小脚，一双小脚似有似无的磨蹭着他的大腿。你都不知道一欢有多可爱，也不知道我肚子里的是男孩还是女孩。男孩女孩都好，只要你平平安安的便好。我不用你给我按了。昭昭，我又不是禽兽。你怎么不是？琉璃，打盆水来。陆昭昭，你还嫌弃自己啊？哼！夜深人静，屋内传出令人脸红心跳的声音。沈家言，你怎么还没好啊？明日你别去书房睡。翌日，看见陆昭昭一脸笑意的坐在桌前。夫人，别生气，击打伤身，正好为夫这几日疲极，不然你帮我松松。既然世子有这般要求，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没过一会儿，昭昭，我错了，别拧了。无视满脸笑意的
地逗弄着沈老夫人怀中的孙女儿，沈家纯则是一脸温柔地看着妻女，如今竟然过得这般好。但好在啊，她生了个女儿。沈家好刚回府啊，迎面便看见曹夫人走了出来。庄伯母，曹雨荣一直低着头，乍听见男子的声音，他下意识地机灵一下，这姑娘的胆子也太小了一些吧。阿浩回来了，你母亲他们都在你大嫂那儿呢。庄伯母，那我便先过去了。也不知道钟伯母这般泼辣的人是如何生出这般像小绵羊似的女儿的。一欢乖，你二婶婶如今可抱不得你。沈一欢窝在他的怀里啊，巴巴地望着陆昭昭，将里面的小金锁拿出来，轻轻柔柔地套在他的脖子上。一欢，二婶祝你长命百岁，喜乐无忧。快谢谢二婶婶。沈一欢哪里听得懂啊，只是摸着那枚长命锁，乐呵呵地笑着。今日多谢各位夫人前来捧场，席面已经准备好了，大家入座吧。雨柔，这些日子可还好？我一切都好，你怎么样？肚子里的小家伙可折腾你？他呀，乖得很呐。呀，世子夫人同我家大姐姐当真是亲厚啊。只是这同为侯府嫡女，命却是全然不同，可我母亲也委实是没有办法呢。毕竟这大姐姐的名声。萧二姑娘，雨柔是你的长姐，你可知何为一家子姐妹同气连枝，共荣共损？你这般诋毁她的名声，与你又有何异？是，您说的对，今日不过是觉得与世子夫人一见如故，这才一时口误，还望您见谅。我并不喜欢你。来，昭昭，多用些。萧雨婷这顿饭用的食不知味。母亲，你都不知道刚才那陆昭昭是如何数落我的。大姐姐不仅不帮衬着，反而还笑话我。我的婷儿受委屈了。雨柔，你这做长姐的不护着妹妹也就罢了，怎么还能同旁人一起欺负她呢？当真是有娘生没娘养啊！母亲，您这话说的倒是没错，我的确是有娘生没娘养，但您别忘了，若是我的亲生母亲还活着，你如今还不过是个姨娘呢。你个小贱人！武顺侯夫人抬手便要打他，他伸手拦下。母亲，你可别忘了，昨日我便要成婚了，若是旁人看到我脸上的伤痕，怕是您这装了多年的名声也就毁了，您替二妹妹谋的婚事啊，便更成不了了。好好好，我如今是管不得你这金尊玉贵的萧大姑娘了，但是你别忘了，你的嫁妆可是握在我手里的。你放心，这萧家的东西啊，我一样也不稀罕，但我母亲和祖母留给我的东西，你一样也别想拿走，否则便是到了官府你也没理。大姐姐，你以为嫁到昌平侯府就有好日子过了吗？我可是听说我那位未来的大姐夫心中啊，可还是惦念着那位世子夫人呢。萧雨婷捂着脸颊，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。萧雨柔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打我的女儿！我要打死你！你应该感谢我救了你的女儿。你们知道什么叫祸从口出吗？昭昭是圣上亲封的诰命夫人，可容得了你们这种安栽之人去污蔑？若是被沈世子知道，当心你们的脑袋！萧雨柔带着玉兰连忙躲到一旁的屋檐下避雨。玉兰，谢谢你，这偌大的武顺侯府，只有你是真心待我的，跟着我倒是让你受委屈了。姑娘，您人美心善，奴婢是修了几辈子的福气，才能跟在您身边的。你呀，如今倒是愈发嘴甜了。我还当这是哪家姑娘呢？原来是萧大姑娘啊！玉兰连忙挡在萧雨柔的身前，多谢陆二公子赠伞。玉兰连忙打开，同萧雨柔一起走了出去。你把伞拿走了，我怎么办？陆二公子神通广大，定是能有办法的。方才看着他在檐下躲雨，他便想过来逗一逗他，竟被一个小姑娘给打劫了。武顺伯府，武顺侯夫人看着那武顺侯府的牌匾被摘了下来。我也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怎么好好的就从侯府变为伯府了呀？行了，都别哭了。母女二人连忙噤声。萧雨柔，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竟然丝毫不在乎。父亲，雷霆雨露皆是天恩，你这般行径是对圣上不满吗？好嘛，你如今是翅膀硬，便是连父亲都敢顶撞。你可还记得你母亲对你的教导？你不配提我母亲，我母亲是多么良善的女子，她满心欢喜嫁于你，为你生儿育女，操持家务，侍奉祖父祖母，从没有过半句怨言。而你呢？她刚刚有孕，你便急不可耐的纳妾，她病逝不过1年，你更是不顾祖父祖母的反对，扶正了妾室，这武顺侯府都快盛满京城的笑柄了。你好得很！武顺伯说完，便直愣愣地倒了下去。伯爷，父亲。
快去叫郎中。后武顺伯被郎中诊断为中风。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小贱人，既然气病了你父亲，我这就带你去官府，非让人打你一顿板子不可。伯夫人，你有这闲工夫在这装夫妻情深，不如想想以后的日子该如何过吧。圣上今日可贬父姓为武顺伯，明日就有可能直接剥夺爵位。你少在这里危言耸听吓唬我。放心，如果是伯府真的倒了，你这萧家大姑娘也就当到头了。我不在乎呀，这萧家的姑娘我早就不想当了，与你们这等心事龌龊之人同处一个屋檐下，我都觉得恶心。我知您懂我父亲伉俪情深，想来这照顾他的差事您必定会亲力亲为的。既然如此啊，我便不在这碍事了。母亲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如今咱们家被降了爵位，莫说是护国公府，便是京城中有头有脸的侯府都不会娶我了。婷儿乖，此事交给母亲。萧玉柔，我虽不是你的生母，与你没有生育之恩，但怎么说也有养育之恩吧。哼，伯夫人，莫说是你，便是我父亲与我都不曾有过养育之恩，我是祖父祖母一手养大的，你就不要在这充什么长辈了，有什么话不妨直说，我没得这闲工夫同你在这唠家常。行，既然你这般说，那我也就不客气了。我虽对你没有生养之恩，但我如今是你父亲的正妻，更是这府里的当家主母，所以这府里的事都由我做主。所以呢？所以你的婚事也该由我做主。我要你去同昌平侯府退婚。这世上还有这般好事啊？退婚之后呢？大姐姐，之后的事就不用你管了，你只需要知道这门婚事与你无缘了。然后你便想取而代之，嫁进昌平侯府是吗？是又如何？你是嫡女，我也是嫡女，凭什么你嫁得，我却嫁不得？哦，对，我忘了，你如今是嫡女了。萧雨柔，你别说这些没用的。今日我便以当家主母的身份告诉你，这婚你退也得退，不退也得退，容不得你做主。凭什么？什么凭什么？就凭我是。你可闭嘴吧！你要说几遍你是这府里当家主母呀？自古婚事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但我的母亲已故，父亲如今躺在床上，我再不济也是伯府嫡长女。你一个田房继母有什么资格做主我的婚事？如今婚事已定，只要我不松嘴，谁也退不了这门亲事。你个小贱人！伯夫人，求人便要有求人的态度。若是你答应我这两个条件，我倒是可以答应你退了这门亲事。什么条件？他倒是要看看这个死丫头要如何信口开河。第一，我要你立下字据，日后我的婚事自主，你不得插手。可以，不只是你，还有父亲的手印。行，我答应了。第二，除了我母亲和祖母留给我的东西，我还要拿走这府里属于我的那一份。他原本想着将他的那一份扣下，那些东西都是我的。哦，那就要问问你的母亲究竟是想要这份钱财，还是要为你谋门好姻缘了？好，答应你。好了呀，那便将这两份字据交给我。赶紧走，去昌平侯府退亲。从今以后，她便是自由身，没人可以逼着她嫁给不想嫁之人。走吧，昌平侯府。还有林姐姐，多日不见，近来可好啊？劳烦妹妹挂念，都好，只是不知妹妹今日到访，所谓何事啊？林姐姐，此事我都不知该如何开口了。这丫头顾念着她祖母刚过世，所以不愿意这么早成婚，我这也是为难呀。夫人，这是婚书，今日我便将此书还于您，望您见谅。萧大姑娘，可是你和继承的婚事，京城众人皆知，这不是让旁人看了笑话吗？罢了，就当做咱们两家没有缘分吧。林姐姐，这婚事是咱们两府定下的，虽然我们家大姑娘是嫁不成了，可我们家也不止一个女儿，不是？武顺伯夫人，这虽然都是萧家的女儿，可却是不同的。林姐姐，这左右都是萧家的女儿，况且玉婷还更懂事些呢。伯夫人，有些话就不需要我说的太直白了吧，免得伤了和气。林姐姐，是我冒昧了，我也身子不适，我便不久留了。送客。萧大姑娘，等一下。薛二公子，有何事吗？萧大姑娘，若你不想退婚，我可以去同母亲商量。多谢薛二公子的好意，只是这门婚事我原本就是不愿意的，想来你也不愿意的。既然如此，又何必硬要绑在一起成怨偶呢？萧大姑娘，是我糊涂了，日后愿你能嫁与如意郎君。薛二公子，我也祝你寻得有情人，只是我想提醒你一句，那位周姑娘并不是什么良善之辈，告辞了。昭昭，走路当心些，我晚
晚些时候便来接你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快去吧。到了芙蓉院，母亲，我回来了。见他面色红润，眉眼舒展，来，快进屋，外头冷。都这么大的月份了，还不好好养着。母亲，我整日里在府里闲得不行了，哪里也不敢去。哎，母亲，家中也无事啊，为何要邀请这些夫人来府上啊？哎，你二哥今年都20有2了，莫说成婚了，怕是都不会主动同姑娘说几句话。他不上心，只能是我这个当母亲的操心了，真是冤家。母亲，二哥那个性子啊，他若是不喜欢你，就算是将这全京城的小女娘都叫过来，也是无用的。这次我就算是绑，也得将他绑着去相看，若不然我便叫你父亲打断他的腿。母亲，你消消气吧，说不准啊，哪日二哥就有了心仪的姑娘，非他不娶也说不定啊。那我可真是要谢天谢地谢陆家的列宗了。陆昭昭笑着将暖炉子往怀里抱了抱，转眼间便到了除夕，给祖母请安。昭昭来了，快坐下吧，你身子重，这些虚礼就不必行了。祖母不爱的，琉璃扶着她坐到了静柔长公主身侧。昭昭，家言还没回来吗？没有，嫂嫂，这是我给一欢准备的新年礼。那么大点的小人，收什么礼物啊？自是要有的。依然，嫂嫂也给你准备了礼物。沈依然目光一亮，连忙屁颠屁颠的跑了过去。好漂亮，多谢二嫂嫂。母亲，好看吗？哎呀，好看！我的女儿啊，是最好看的。一欢，这是二婶婶送的。她欢快的挥舞着似嫩白莲藕的小胳膊，给母亲请安。都起来吧。小厨房已经备好饭了，今年呐，咱们好好吃个团圆饭。不是叫你在院子里等我回来的，万一摔了怎么办？我又不是瓷娃娃，怎么可能连路都走不好？今日是除夕，这第一杯酒，我先敬母亲，祝母亲身体康健，福泽百年。若是老护国公泉下有知，看到他们沈家今日的光景，一定会高兴的。白氏，你不是整日里在王妃面前做小伏低，这除夕宫宴怎么不见他带着你去呢？白氏，我同你说话，你是聋了吗？杨侧妃啊，我和你说的好听些是王爷的侧妃，可若是直白些，也不过是这王府里的一个妾室，谁又比谁高贵呢？白氏，我可没有这般自甘下贱，什么妾室，我是上了皇家御蝶的。那又如何？这王府里的女主人只有王妃一人，你这般厉害，当初王爷为什么不选你为正妃呢？白娇蕊，梁侧妃啊，你不用这般大声，我听得见。不过我提醒你一句，这个时辰王爷和王妃也该回来了，若是看到你这副模样，那后果……他怒极了，抬手便要去打他。侧妃同为侧妃，你怎么能动手呢？我的父亲是3品大将军，征战沙场。梁侧妃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父亲前几日刚升迁为正3品礼部侍郎，若是论起官职，怕是比从3品的梁将军还要高半阶。况且如今大喜国泰民安，哪里需要征战沙场呢？王妃的父亲祖父那才叫征战沙场呢。你若是这般敬重武将，就更该敬重王妃些才是。白侧妃，你欺人太甚！妾身给王爷王妃请安，祝王爷王妃心岁欢喜。起来吧。白侧妃，你也有许久没有回家了吧？等过了年，寻个时候回去看看父母吧。他满脸笑意的俯身谢恩。梁侧妃，你方才的话我听见了，你的父亲是为国戍守边疆不假，可这本就是武将之职，又有什么可值得炫耀的呢？还是说你的父亲有不臣之心？王爷，还请您明鉴呢。我父亲对您忠心耿耿，绝无这种想法。梁氏，注意你的言辞，这大齐的文武百官只能对圣上一人忠心耿耿，你是在诬陷本王结党私吗？王爷，一时知错，妾身知错了。梁氏出言不逊，禁足半年。王爷，我都出去吧。白侧妃，等一下，他可真是阴魂不散呢。梁侧妃，你究竟要做什么？我同你无冤无仇，你总缠着我做什么呀？白侧妃，你也说了我们同为侧妃，既然如此，何该互帮互助才是。如今王妃独霸王爷，不然我们联手了，这有了孩子，才能在府里有一席之地，对不对？梁侧妃，你这番好意是我实在不敢受，我先回院了，你自便吧。哼，白氏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老娘若是能娶，还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一把年纪了，连个媳妇儿都娶不到。若不是圣上仁厚，看得起咱们家，将公主下嫁，京城里又有哪个姑娘愿意嫁给你，成日担惊受怕的？母亲，我才22，怎么就一把年纪了？嘉宁公主才18，与之相比，你可不就是一把年纪了？也得了便宜还卖乖。我告诉你啊，此婚圣旨已下，日后待同公主成亲后，你若是敢欺负她，看老娘不扒你一层皮！你母亲说的对，日后嘉宁公主
土，让你往东，你便不能往西。疼爱夫人可是咱们家的优良本土，若是毁在你小子手里，恨我不打死你！这媳妇儿还没有进门呢，他便没有好日子过了。昭昭，生完这一个，我们便不生了。这是个女儿呢，也不生了。不生了。我还是很想生个女儿的，不过我总觉得他是个儿子，近2个月啊，他总是来踢我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随了你。我原本还打算给萧雨柔准备出嫁礼的，没想到竟然是宁宁先成婚了。孙将军不日便要回京城了，想来圣上是急着要收回虎符的。如今二皇子已经展露锋芒，怕是圣上心中也明镜一般。傍晚，二人刚用完饭，沈家衍扶着陆昭昭在院子里慢慢的走着。昭昭，要是累了，便回去歇会儿吧。我哪有那么娇气啊！话音刚落，他立即顿住脚步，小腹传来阵阵的疼意。快去叫郎珠和稳婆。我去找郎珠。珍珠说完，撒腿便跑。你要疼的话，就咬着我，我就在这里陪你。他替代不了他，但他可以陪着他。你出去！门口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静柔长公主和稳婆即是匆匆而来。家妍，你先出去，这里有我和稳婆在。沈家妍，你给我出去！昭昭，你别怕，我就在门口等你。也不知道是谁更害怕，只是啊，如今实在是有些笑不出来了。昭昭，母亲在呢，别怕啊。母亲，吃的好疼。家妍呢？怎么样了？家妍，女子生产都是如此的，幸好昭昭平日里身子健康，定会母子平安的。屋内，世子夫人，您再用力些，看见孩子的头了。陆昭昭满头大汗，紧紧地攥着身下的琴背。昭昭，马上了，再坚持一下。沈家妍，你混蛋！昭昭，是我混蛋，日后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答应，我只求你平安。恭喜世子，世子夫人给您生了个小公子，母子平安，重赏。祖母，我们进去吧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床榻前，沈家眼看着面容苍白的陆昭昭，一滴泪从她冷峻的面颊上划过，滴落在她的发丝中。昭昭，你辛苦了，真的好疼啊！你日后要对我更好一些才是。是，夫人说的是。家妍，这孩子可是昭昭拼了性命给你生的，你这做父亲的是不是该看一眼呢？像你，你胡说，我哪有这般丑？不知道是不是感觉到了父亲母亲的嫌弃了。好孩子，你辛苦了。祖母，劳您挂念了，多谢二婶，多谢大嫂。一家人何必说谢呢？平安就好啊。昭昭，我们只要这一个孩子就够了。陆昭昭靠在他怀里轻嗯了一声，然后便合谋睡熟了。昭昭，谢谢你。沈家衍和陆昭昭给孩子取名为沈逸轩。小逸轩，快来让外祖母抱抱。昭昭，身子恢复的如何了？母亲，您瞧我这脸蛋儿都快能掐出水来了，哪里像不好的样子啊？也是。母亲，您前2个月不是说要给二哥相看适龄的姑娘吗？结果如何啊？你二哥就是个混账高子，我邀那些夫人带着姑娘来府上，你二哥可好，要么就是不露面，露了面就跟个哑巴似的，一声不吭。我真是不愿意管他了。他就说吧，他二哥对萧雨柔就是和对旁人不同。母亲，您可有邀请过武顺伯夫人？谢氏闻言蹙了蹙眉头。谢姐姐，但我说你也不必这般犯愁。景荣这孩子，兴许只是没遇到可心的姑娘呢。若是遇见了，说不准非他不娶呢。夫人，武顺伯夫人到了，进来吧。见过谢姐姐。雨婷见过谢伯母，见过云阳侯夫人。雨柔，你小的时候还经常来府上玩的，如今怎么还这般见外了？谢伯母，是我的错。武顺伯夫人，萧二姑娘，快坐下吧。谢姐姐，这人都到齐了，还不让你家那位二公子出来见见？平日里不愿见那些小姑娘也就罢了，今日总不至于连我们这些伯母的面子都不给吧？房主，去看看二公子回来了没？是，夫人。见过母亲，见过各位伯母。哟，简荣今日倒是来得挺快啊，没有推三阻四的，也不知是着急见谁呀？冯伯母果真是慧眼啊！别贫嘴，好好说话。是，母亲。只是说话时啊，眼神却不住的往他的方向看去。谢氏如今要是还看不明白啊，就是瞎子。带回了武顺伯府，被萧雨婷给拽住，抬手就要打他，反手就是一耳光。哼，你个小贱人，以为自己勾搭上云阳侯府的公子，这家里也能任你横着走了是吗？恬不知耻！哼，恬不知耻！莫说我与陆二公子之间清清白白，便是我与他有什么，又能如何？男未婚，女未嫁，有何不耻？倒是你趁我母亲怀着身孕，爬上自己表兄的床榻，无美苟合，这才叫恬不知耻，自甘下贱！你胡说！我与伯爷是青梅竹马，两情相悦的。都在闹什么？伯爷，父亲，你们这个样子，成何体统？
伯爷，都是萧玉柔，她不仅动手打婷儿，还出言辱没妾身，你要给我们做主啊！母亲，大姐姐太过分了，她竟然不顾家族颜面，勾引陆二公子。玉柔啊，你母亲说的是怎么回事？她不是我母亲，我母亲的牌位还供奉在祠堂呢。还有，父亲，您莫要忘了，我如今婚事自主，便是您也做不得主，所以与您无关。我累了，便先回去了。他同他母亲倒是越来越像了。陆锦荣，今日老娘便告诉你，今年你必须成亲。你妹妹都做母亲了，你这个当哥哥的连个媳妇儿都还没娶上，这像话吗？母亲，这亲非成不可吗？必须成。那京城里这么些姑娘，你想让我娶谁，总不能随便挑一个吧？冯家3姑娘，赵家大姑娘，云家2姑娘。母亲，您还是让父亲打断我的腿吧。那萧家大姑娘，但凭母亲做主。对上他母亲嘴角的笑意和打量的目光，母亲，我突然想起来大理寺还有公务在身，先走了。翌日，陆石香聘礼抬了进来。谢姐姐，你这是何意呀？普顺伯夫人，你也知道，我这个人向来快言快语。今日我是带着锦荣来向贵府千金提亲的。谢姐姐，这府上可不止一位姑娘，你说的是哪个呀？一定是我，会是萧玉柔那个啊。伯夫人说笑了，这哪有府上大姑娘还没定亲便求娶2姑娘的？你说是不是啊？谢姐姐，不是我不答应，实在是我家那位大姑娘厉害得很。如今她的婚事，莫说是我，便连伯爷都做不得主了。我这继母也是难做啊。伯夫人既然做不得主，不如让萧大姑娘过来，问问她的意愿。大姑娘，夫人让您过去一趟。你怎么同我家姑娘说话的？哎呀，是奴婢不好。大姑娘如今马上就要嫁入侯爵府了，可真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呀！奴婢怎么敢说您呢？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奴婢可没有胡说八道。那云阳侯夫人都带着陆二公子登门了，大姑娘还有什么不敢承认的？萧雨柔起身朝着门外走去。翠兰掌嘴20，发卖出府。她慌乱地挣扎着。大姑娘，我可是夫人的人，夫人不会放过你的。莫说是你个丫鬟，便是你主子在我面前又算什么？玉柔，这陆二公子来向你提亲了，你可愿意？这云阳侯和云阳侯夫人都是好人。陆锦荣虽然看着不着调了些，但好歹品行不坏。侯夫人，我就说这丫头是个有主意的吧？你看，我愿意。你说什么？不顺伯夫人，你这耳朵貌似不大好使啊。萧大姑娘说了她愿意。伯夫人，既然如此，还请告知武顺伯，我们便商量着结亲之事吧。夫人，不好了，翠兰姐姐被押着出府了。怎么回事？奴婢听说是大姑娘吩咐的。玉柔，翠兰是我的贴身丫鬟，你是否有些太过跋扈了？翠兰羞辱主家，我是这府上的大姑娘，发卖个丫鬟还需要知会您吗？伯夫人，既然婚事已定，那我便回去准备了，告辞。还真是一个小辣椒啊！这以后的日子啊，更有趣了。昭家院，陆昭昭收到谢氏的书信时啊，他母亲可真是雷厉风行啊！夫人，小公子哭了，您快抱抱呀！你是男孩子啊，怎么能这么娇气呢？是不是随你父亲啊？夫人，你又在冤枉我了，我可听得清清楚楚的。反正我小时候可是不爱哭的，你儿子如今重得很，还是你抱吧。有什么好事？怎么这般开心？你今日可发现我二哥有什么异常吗？没有，他那是装的。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儿子还在呢，你少占我便宜。沈家眼笑着抬手去揉他的头发。宣政殿，老臣自先帝在时便追随左右，更曾向先帝起誓，此生必定辅佐圣上，成就千秋功业，所以万不敢懈怠。孙老将军的忠心，先帝和朕都看在眼里。只是今时不同往日，如今天下安定，大齐子民安居乐业，朕不想再平添伤亡。圣上，如今边疆虽已安定，可那些匈奴之人未必肯长久安稳下去，我们不得不防啊！有人轻笑出声。沈家衍，大殿之上，你这般行径，成何体统？沈家衍上前躬身行礼认错。既已知错，便速向孙老将军赔罪吧。这大齐的江山有一半都是他们孙家在守着。罢了，沈世子年纪尚轻，便是有些不知轻重，也无妨。多谢孙老将军大人有大量，只是不知这虎符您打算何时交还圣上呢？文武百官既屏住呼吸，见他许久没有说话。孙老将军，这虎符放在您手里这么多年了，您不会已经把它当做私有了吧？您莫要忘了，这天下信气。圣上，老臣万万不敢有此大不敬的想法，还望您
明察。既如此，朕即刻派人随孙朗将军回府将虎符取回，也算全了咱们君臣之义。老臣遵旨。退朝。二皇子府，殿下，将军说了，虎符虽已交还圣上，但孙家尚有几万精兵强将，任您调遣，可助您谋救大业。回去告诉外祖父，此事急不得。属下明白，只是将军还吩咐属下问您一句，从前所言，可还作数？自然作数。待我登上那95之尊的位置，宫中之位只能是孙家姑娘的。有殿下这句话，将军便可安心了。属下告退。待他得了这天下，世上便无人再可威胁他。世子夫人也来了。陆昭昭回身望去，曹夫人好。这般客气作甚呢？我同你二婶相交甚好，便是同你母亲也有些交情的。你唤我伯母便好。伯母，您唤我昭昭便好。雨柔，这是护国公府的世子夫人，上次我带你去护国公府时见过的。陆姐姐，伯母，雨蓉既然害怕，不如就让她先回去吧。这陆姐姐可真是人美心善呢。昭昭，你是不知道啊，我这个女儿自从上次从你们府上回来，真是连门都不出了。今日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将她拖了出来。今日多谢各位夫人赏光，小花园的牡丹开得极好，咱们去瞧瞧吧。真不知这牡丹有什么可看的，谁府上没有啊？二皇子妃往日里是多么清雅的人啊，怎么如今也开始变得俗气了？这俗气的恐怕不是二皇子妃，怕是那位二皇子呢。陆姐姐，你发髻上有花瓣。陆昭昭闻言抬手去摸，却没有摸到，她仗着胆子将花瓣摘了下来。陆姐姐，这花瓣在你的发髻上都衬得更好看了呢。你再长大一些啊，一定是一个大美人。曹姑娘小小年纪还真是会溜须拍马呀。我没有，陆姐姐就是长得很好看啊。仙儿姑娘，你管好自己便可。世子夫人，果大姐姐可是马上就要嫁入云阳侯府了，到时候啊，咱们便是一家人。我这是怕你被这个小丫头骗了，才好心提醒你的。仙儿姑娘，收起你的好心，本夫人不需要。况且我若是没有记错的话，你同雨柔可不是异母同胞，所以谁同你们是一家人？二皇子来了。他面露凶光，抬手从后面恶狠狠地推了一把曹雨蓉，珍珠眼疾手快的一把拉住了他，还不忘将罪魁祸首一脚踢下了手。哎呦，曹夫人落水了，快救人呐！二皇子便抱着衣衫不整昏过去的萧雨婷上来了。二殿下，您这般不合规矩吧？曹夫人，您放心，我会对曹姑娘负责的。便抱着萧雨婷朝着客房走去。二皇子有些嫌弃的皱了皱眉头。殿下，皇子妃请放心，这位姑娘只是落水受了惊吓，这才晕了过去，还附驱寒镇静的方子。莲心，带郎中下去开方子吧。秦氏，你换身衣裳，待会儿随我进宫去请求父亲将曹姑娘赐我为侧妃。殿下，恕妾身不能从命。秦氏，你入府5年，连个子嗣都未曾诞下，如今还要担了这善妒的名声吗？你不怕旁人指责你父亲教你无方吗？殿下，您当真不知床榻上的这位姑娘是谁？她不就是曹姑娘吗？殿下，这位是武顺伯府的萧二姑娘，不过我府嫡女，当您的侧妃也够了。她似是咽了只苍蝇般恶心，一甩袖子出了屋门。母亲，我们派人去寻找父亲吧，今日怎么还没有回来？夫人，我又回来了。父亲回来了。父亲，这赐婚圣旨今日可会下？什么圣旨？你还嫌丢人丢的不够是吗？伯爷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怎么能无缘无故的动手呢？你可知道今日那二皇子是如何羞辱我的？他说雨婷若是非要进二皇子府的话，便只能以侍妾的身份。什么？伯爷，婷儿可是我们伯父嫡女，怎么就不能当个皇子侧妃了呢？那就要问问他的母亲是何出身了。伯爷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妾身陪在您身边10几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您怎么能这般伤妾身的心呢？雨婷，你若是执意要入皇子府，那便只能是以侍妾的身份，不然便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伯爷，伯爷，正臆想着自己成为皇子侧妃的那一日，直到子时，二皇子也没有露面。殿下呢？姨娘，我必须打听了，二皇子今日去了赵侧妃那儿。一晃，他们都成亲嫁人了。佳宁坐在铜镜前，由宫里的嬷嬷给她梳洗上妆。宁宁，祝你此生顺遂，喜乐无忧。昭昭，谢谢你。儿臣拜别父皇母后，愿父皇万寿无疆，母后千秋安康。温皇后看着下方的女儿，眼眶微湿。谢瑾，朕便将女儿交给你，日后要好好待她。微臣遵旨。父皇母后，佳宁，从今日起，你便不仅是大齐的公主了，更是谢家父。日后要同夫君携手并肩，敬重长辈。儿臣明白。恭请公主殿下入将。六王必思非议，蜀山无万旁出，敷衍三对于理，各立天。谢教，你不许碰我。
我。既然公主不愿意，那微臣便寻他处歇息了。谢景，你给我回来！公主这是何意？难不成是后悔了？你想得美！今晚我睡床榻上，你睡地上。他这也是为了他着想。若是他就这么出去了，谢夫人也定是要斥责他的。凭什么？我是公主，你是臣子，你必须得听我的。既如此，微臣遵旨。谢景好像也没有那么坏。谢景，你从前有没有喜欢的姑娘？没有。没有便好。若是他当真有心仪的姑娘，那他岂不是成了那个坏人了？谢景，你先别睡，咱们说说话呗。小公主，你这心可真大呀！咱俩这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你还要拉着我聊天，你就不怕我对你图谋不轨啊？谢景，日后你若是有了心仪的姑娘，可以告诉我，我可以去求父皇，让我们和离的。说是我有了心仪的男子。谢景翻身坐起来。公主欲如何？像前朝公主那般去养面首，你想都不要想。你只是我的驸马，我想如何你都管不着。过新婚之夜要给自己戴绿帽子，这谁能忍？不许喊！老公公，你要是再敢乱动，我现在就办了你。见他终于老实了。小公主，要是我松手了你还喊的话，那后果你是知道的。佳宁立马推开他，坐得离他更远了一些。谢景，你现在从我的床榻上下去，我便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你了。小公主，我劝你赶紧歇了要和离的意思，圣上是不会同意的，你这辈子都得同我在一起了。他颓废的倒在床榻上。你晚上若是敢手脚不老实，我定饶不了你的。没到一刻，他便睡熟了。昭昭，你快随我来，我今日定要带你去个好地方。什么地方？佳宁靠近他的耳旁。望月楼。他不禁打了个冷战。昭昭，我们快去快回，我表哥不会发现的。再说，就算是被他发现了，又能如何？你顶多受些皮肉之苦。最终，二人一拍即合。莫江心里拔凉拔凉的。今日不仅夫人完了，他也完了。不知两位姑娘是想听曲儿还是看舞？都要。佳宁从怀里掏出了一沓银票。二位楼上请。宁宁，看来这位谢小将军也是管不住你了。那是自然，我是公主，他是驸马，我说一，他便不许说二。公主殿下果然威武。别闹！不知二位姑娘喜欢听什么曲儿，看什么舞？你们随便弹，随便跳，我们不挑的。刚才还在抚琴和跳舞的二人立马停下动作，这样的场景他们是见惯了的。不过郎君这么大醋意的倒是少见。你们来做什么？当真是扫兴！这小公主还真是不老实啊！谢景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是敢打我的话，你就死定了！谢景也不废话，上前将佳宁一把扛在肩上。个王八蛋，放我下来！闭嘴！便扛着他大步流星的出去了。宁宁，夫人，你是自己过来，还是要我过去抓你？陆昭昭摇摇晃晃的起身，甄家眼近前将他抱进怀里。甄家眼一路抱着他出了望月楼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沈家眼，咱们有话好好说啊！你这样不利于夫妻和睦的。陆昭昭，你这胆子可真是越来越肥了，什么地方你都敢去。今日我要是不让你3日下不了床，我就跟你姓。陆昭昭便挣扎着要下他，瞧着他跑到了门口，一把拦住他的腰，将他带回床榻上，俯身朝着他带着酒气的红唇吻了下去，另一只手去轻扯他的衣裙。沈家眼，你轻点，你混蛋，你有完没完了？看来夫人这体力还是挺好的，往日里都是骗我的，你知道错了。错了，沈家眼，你是个。谢景，你是不是有病？小公主，你真是不把我说的话当回事啊！我答应你那么多条件，你竟然连一个小小的条件都不肯遵守。既如此，你的条件我也就不必遵守了。佳宁哪里见过这样的气势啊？他下意识的抬手打在了他的下巴上。谢景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要不是你吓唬我，我也不会打你的。俯身朝着那喋喋不休的红唇吻了下去。过了许久，他终于退开了些许。谢景，你放肆！我是公主，你敢以下犯上，我即刻就进宫，让父皇打你100大板，然后